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小鱼人中单绝活哥的一个兑现思路技巧。现在基本上绝活哥的话都来到了巅峰赛的传说局，基本上就是国一前20、30这种。这里的话，选择中路是打卡特，其实没什么很大优势。打卡特的话，两个人都是手段。一级的话，小鱼人有点优势，一、二级有点优势，但3级以后就是卡特的一个小强势。但优势都不是特别大，因为两个都是手短。两边都很敢操作啊！这里直接极限的一个引燃，还有加上小兵的品 A 收掉了对方。小鱼的话是主要是那三件套，巫妖之握，还有大帽，还有加上那个切切法典，大招 CD。这版本的小鱼人伤害很高，所以再补太多的伤害，就是那种一定要高额伤害的话，没那个必要，完全是够秒人的。反倒是需要一些偏功能性的一些装备，来作为一个团队作用，像那个减大招 CD 的切切法典啊这种。这里带了那个僵尸守卫，僵尸守卫是目前最快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带僵尸守卫的话，一定要带那个扫描。这里的话被抓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清5个兵，你就可以获得50法强。这对于一个 ADC 那个法师来说是很爽的一件事情。对面选择自己家这边选择这样去越上路，其实不太明智，且天使的状态也没有说到差到那种地步。看这里面的话，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全套技能的话是完全可以灌死一个中单的。这里的话直接 E 落地，小鱼的连招就是那个WE， 然后落地以后往回 Q， 留个兵，留个单位，做一个位移，跳板 Q 回来，打个消耗。像有一些英雄的话，你就不能先用 E， 比如说你像打加里奥，或者说打一些有控制防着你的，你就必须要用 E 去规避他的伤害。但像打加里奥的话，不太建议选小鱼人，确实太英雄克制了。你像打小法这些的话，你就可以通过他给圈的话，你就可以用 E 去规避他的眩晕，甚至他的大招也可以。这里落地 E 一个 Q 的话可以不要先放，因为有可能你一个方向拉得更远了，你可以在追击的过程中再去选择。这里的话卡特是会玩的，但伤害的话前期伤害是没有小鱼人高嘛，没办法，卡特这英雄还是比较吃装备。小鱼的话，你看他第一件都能选择出那个巫妖之握，增加就是通过平 A 特效平 A 来增加技能伤害，
像这类英雄就是版本强势，它的选择性就是一定比那些劣势的英雄，就比如说下水道英雄，有优势的点就在这里面。这里的话，E规避伤害，但没办法，两个人的伤害都集火在那个鱼人身上。那这里面有优势，但打不动肉，那就先选择出那个破甲。破盾说错了，也是那个法穿提供，先提供法穿。像符文方面的话，猛然突击肯定是必然的了。为什么不选择带那个？这里面先看完这波团。刚刚大招是给到了天使，但伤害被他的大招规避掉的伤害了，但不影响。卡特无力回天，装备没有成型，还是闪剑。现在是，如果是有一件那个无限法球的话，估计这波团要炸。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前期你压制好的一个效果。刚刚讲到它的符文的话，你像带电刑的话，如果小鱼人带电刑，就容错很低，伤害其实已经够了。所以带迅捷步伐的话，你可以平 A 以后拉开距离。像如果说你新手玩家是吧，想练鱼人，就先不要这么带。你可以选择那个不要带三红一黄，选择带三黄啊，不对，是三红一绿，带一个那个残骸，增加自己的容错就会更好一点。如果你还是觉得说不太行，那你就是带三绿，搭配一个那个僵尸守卫，或者说猛然突击。这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了。但伤害其实也不会太低啊，因为这英雄你玩得好的话，上限还是蛮高的。这里直接进来越塔，有大招，再放大招进去收割。像刚刚剑姬就完全不用拉进去了，因为那个大招是完全吃掉那个天使的，因为已经没有大招了嘛。如果没命中的话，那也是小鱼去做个那个扛塔，回头去收割。就越塔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头，越理性越好，越上头越出问题。因为你越理性，如果说你理性的越塔，然后你失败了，其实不是可怕的，最怕的就是你无脑的去越塔，就算你拿人头，你下次再去越塔的话，有可能你就是送掉比赛的那个人。这里的话有大招封一下对面的位置，虽然说没命中哈，但像这种狭小的地方，野区，你完全可以用那个大招作为一个陷阱技能，去
让对面那个不敢往那边走，限制他们的走位，然后配合奥恩的大招进去打一个控制。就有时候你的技能不一定说一定要打到别人身上，就像兰博的大招一样，封走位其实有时候对于那种关键局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里 EQ 给出大招，但被龙龟吃掉了，没办法，太着急了。这样的话送到对面维鲁斯大人头。像泰坦配合龙龟这两个确实很肉。这里面可以看到卡特发育不良的卡特确实伤害上面确实差很多，进场都2-3秒了，还做不了收割。这里的话得小心一点。大招命中了对面的辅助，但对面闪掉了。不闪的话就确实直接小鱼就上了。在这里蹲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对面的射手，直接收割掉。这里的话过来选择断后收掉泰坦。这里面的话状态不是很好，还是得等下一波团战。这里面手速真快，没被龙龟嘲讽到，直接一个 Q 就跑掉了。这里进场，E技能进场收掉，伤害很爆炸。直接大招吃掉，进场收掉一个金身，直接虐犬。好，那这一期的话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下了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